收看关键时刻，是从今天全中国都在为一个女子来惋惜。这名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就是她，你看到她长得非常的漂亮，气质非常的高雅。这名女子叫做王友琴，她不仅长得漂亮哦，她还是学霸，她还是学校里的校花。照她这样的人，她出社会一定非常棒。她靠自己的这个才华跟才智，一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工作，非常好的薪资。但没有想到的是，她今天她被逮了。被逮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他沾染上了江苏太仓市委的书记，叫做汪湘元。原来他是汪湘元的小三。等汪湘元被逮的时候，他也同时也被逮了。这代表一件事情：今天这个中国的民众、中国的年轻人都很惋惜，这一种校花、这一种学霸，他连现在中国经济已经烂到这个程度了，连他这种人都不得不低头了吗？对，没错。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学霸校花的这个堕落，这个变成是中国网友今天在讨论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我们来看这位女生叫王友琴。那王友琴，你可以看到她的这个照片，她在她的社群网站上面的这个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她就是一个长得非常清秀的一个女生。那你想到她不止长得非常清秀，她就是面容都像是个大学生。那你想到她不是只有她的容颜好看而已，她还什么？她其实也是个学霸。你看她毕业在同济大学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讲，同济大学是什么？同济大学是中国，如果以中国学校的排行来说，是前10名的大学，前10名的大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学校。然后它里面来说话，又是念到这个硕士毕业，然后这个等于是一路以来人生的这个学霸，是人生的这个胜利组。那甚至他还拍过微电影哦，微电影来说，你看2013年还拍过所谓一战到底的这个状况，然后当时被网友称为叫做素颜女神哦。然后2014年还参加这个天天向上。然后这个2016年还加盟了这个少女团体的这个节目叫《夏日甜心》，然后拍了非常多，所以他等于是说也是有影艺的相关的这个事业哦，所以等于是你看他不只是学霸，然后长得这个容颜漂亮之外，他还参加非常多的演戏的这个状况哦，甚至他之前还曾经开过奶茶店，可是后来呢人就不见了，人不见之后，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消息的时候，他居然担任什么太仓市的这个所谓水务集团呢，甚至还担任他的水务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很厉害耶，有才华。突然之间就你看这是他的这个简历嘛，对，现任这个太仓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就是他嘛，就是王友琴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最近呢就被消失了，就离职了，突然之间就不见了，从这职位被踢走了。为什么这个职位被踢走了？因为后来人家在发现都说，他能够登上这个职位，并不是可能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啊，是因为靠他什么？他有一个跟他非常好的上级长官，这上级长官靠了他的力量才能够当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太仓市的市委书记，叫汪湘元。所以等于说，人家就说啊，你原来是可以自己努力，但是原来你是靠他的方法才能够上位。所以这整个故事呢，从原本是非常光鲜亮丽，然后努力向上的故事，就一转变成是，原来他是别人的小三，靠了别的男人才能够上位的一个故事了。而且这样听，我越听越觉得中国年轻人也太惨了吧？对，原本这一名学霸，这一名校花，原本是我们羡慕、我们想学习的目标，结果你上位之后，我现在才发现，对。原来你是当他的小三，当他的情人，是。结果你一倒，他一倒，你也倒，对。而且大家年轻人信心都崩盘了。对，好，那为什么呢？你看，这是7月15号的这个消息，他的消息是什么？你看。这个太仓市委书记的汪湘元，那任上被查的一个状况，哈，他因为他涉嫌到非常多的贪污腐败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就被你看涉嫌严重的违法违纪，然后这个目前为止接受审查跟调查的一个状况。那你看，这个是太仓书记的汪湘元被秒杀的这个背后，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你知道吗？事实上，他前一阵子还有露面哦，露面来说呢，他4天前在市委会议上面说要严查违规吃喝，然后推进所谓风腐败的这个状况，就没想到他露面上一次到他被查96个小时。好，那为什么我们讲太仓书记那不过就是一个书记啊，他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我跟你讲，他这个是太仓市在哪里呢？太仓市简单来说，如果这是长江三角洲的话，上海在这边，太仓就在这个地方。太仓呢，事实上它是整个长江沿岸里面来说最好的港口，它甚至比上海的港口都还要更好。所以它等于是这个地方呢，是整个长江最重要的一个吞吐港口。那它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讲看
它是长江集装箱的第一大港，所以它等于是它有这个所谓的第一大港的这个相关的集装箱。然后他们这几年又在拼命的在建设，所以等于是他拿了非常多油水。你看码头的还有铁路等等的工程，所以他才能够拍板定案。所以等于是他这几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已经变成了是一方之霸。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赚得盆满钵满，对，所以也才会公开到露面。闪电斩首96小时直接把你端起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不是很容易搬得倒他。那后来为什么能够搬得倒他？因为为什么？赵和有传言是什么？有传言是他其他的小三举报他，还有其他小三，他有40几个小三啊，所以有其他小三举报他。你有王友情，你还不满足？所以他有人举报他，他还会下马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这一次也是可能其他的这个情人呢发挥了举报他。好，你知道事实上在这个报道里面，2021年的1月15号里面来说，他讲看，同济大学王友情明明可以靠脸，却偏靠才华。这很高的赞美。对啊，你看他原本我就说他这个照片其实选的也蛮好看的，那个这样子拍出来说，你看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甚至你看。后来网友起底越来越多，属于他的相关的这个照片跟相关的影片。你看1994年出生的王友情是同济大学的学霸校花，还参加过多档的这个综艺真人秀。你看他我就讲夏日甜心进入大众的这个视野，然后紧接下来的话，参加非常多的这个综艺节目，这样一个状况都这样。然后我就想，事实上让大家最不舍的是什么？除了这么多的这个影片之外，他其实他曾经开了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看他自己还写什么？惊喜又感动了一天，然后感动最多，我们用了128公斤以上的冰，然后补了很多次的水果和鲜奶，12小时制作500杯以上的，然后排队长达1个小时。你看讲了非常多，然后有非常多的照片，这照片里面都这样，大家都想哦，原来你看他，如果你看到目前为止来说，你觉得他就是一个正面向上。你看他有脸蛋偏靠才华，才华就是他的影艺事业，然后他开了一个副业在奶茶店，所以你就觉得说哇，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但是。在这个之后来说的话，他故事就没有了。再次出现在大众人面前的时候，他就变成是什么？变成是太仓市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水务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变成是这样。然后颜值也变得不太一样，变得比较这个精炼的这个感觉。而且他不仅当副总哦，还住了上海的千万豪宅。对，前面不是感觉他很拼命吗？对，不是干什么？他去卖奶茶吗？现在转眼间你是副总了，转眼间你住到上海的豪宅了。对，没错。我们事实上这一篇报道里面，刚才讲的是2021年，对，他当时还在开奶茶店，虽然等于是2021年他才进入体制，就开始进入这个公务体制。结果你知道，居然经过2021年，然后经过2023年，也就是说到了2年左右的时间，赵尔他已经变成是太仓水务公司的这个副总，太厉害了吧！然后又住了这个上海的千万豪宅，所以等于是说，大家有点觉得说，他这2年到底做了什么事，就变得完全不一样。好，变得为什么完全不一样？你看他这里面来说话，我们之前就找到他之前有所谓年度总结里面他写到什么啊？学习管理啦，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子哈，不知不觉中啊，从这个服务转向管理的，对不对？女性管理者有自身的优势，然后善用同理心，注重细节，让他们习惯于你，信任于你，最后服从于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向上管理。所以，向上管理啊，那他怎么向上管理？他向上就是王香园嘛，所以他就等于是向上管理的这个状况。所以我在讲为什么，我们就讲，事实上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他在下一个职位变成是太仓水务公司的副总，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太仓水务公司的高层的人员变动，你看马上在这个地方，对，王友情副总经理就退出，所以就变成是这样。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呢，在这个王香园被查的时候，王友情也就没了。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到事实上，所以这96个小时里面，不仅汪香园直接是被端掉，是王友情也跟着全部都斩掉了。所以等于是说，他们2个是被人家证实说，他们2个其实就是好像绑在一起的这个状况。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那个汪香园来说的话，他事实上我刚才不是说吗？他有40几位情人，你知道他有几个？他有43个情人，总共43个。对，而且他说都是90后，还有00后。而且他把他安排在这个党政的这个机关，所以等于是啥？人家现在爆出来料，就是说他用什么提拔换感情，就是赵和你要当这个高官，我把你提拔，但是你可能要跟我有一腿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公权力换这个私情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安插了43位。好，那43位有谁？他安插在什么地方呢？安插在他们组织部、财政、住建、水利等等核心的部门。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王友情就是在水利相关的这个部门里面。好，那我们讲除了他，我们刚才讲王友情之外，这还是被起底的另外一个叫汪倩倩。汪倩倩
你看他的长相，他长相也是相当的清秀，所以可能是他都比较偏向喜欢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里面来说，他们就说王友琴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状况嘛。他是说他是汪香远在某一个综艺节目之后发现之后定向吸收，就是说什么叫定向吸收呢？就是我指定要你啦。就是我觉得这个赵和不错，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就进入他的身边，变成是这样，然后就说他就因为他用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就不断的吸收，所以变成是他有，我们就讲他们现在变成是说，他等于是一个所谓王国在这个地方。他说以金钱宣换忠诚，然后以恐怖的威吓了稳住异己，然后打造出一整人的私人化的统治方式。这很吓人我们刚刚知道是王友琴已经当副总了，你刚刚看到这个，他还干到市委书记，对，等于是我只能说，汪香远，你的权力也太大，你安排也太多了。对，你看他怎么形容呢？他是说呢，变成是一个情人政权，就是说等于是这些情人都变成是他政权维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马。然后他还说，这篇文章来说，他是变成是个封建主，就等于是说，你看他一个人拥有这么多的这个40几个情人，这个40几人就变成他的重要职位。然后因为他掌握非常多的这个经济核心在这个地方嘛，他这边有500家企业，特别是德国企业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还有什么吞吐量又非常大，工程一大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你看它的整个吞吐量来说有800万个这个集装箱，然后吞吐量超过2.6亿吨，其中货柜吞吐量是5年江苏第1名， 5年都第1名，所以你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大城市，然后又那么多的这个油水很多，对，搞了这么多，然后他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他就被人家端下马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跟你讲，这样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你看我们得知他有43个情人，然后这个王友琴的故事，当然你听到这边你会觉得说，这就是中国可能很多这个地方的缩影。就地方上面来说哈，为什么习近平要一直不断的打贪腐？因为地方有非常多的贪污腐败，这可能是中央管不到的。那同时之间呢，汪友琴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事实上现在中国的经济真的非常的难。或许有些人呢，他真的完全撑不下去之后，他可能就会变成是过去眼中的学霸，变成是完全坍塌的一个状况。玉凤，王友琴的故事也太惨了吧！别忘了，我们之前说，现在中国官方想弄钱，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之前我们说，哇哈哈，这个增产争议，大家想说，哇，到底谁可以把钱拿到？哇，到底吃瓜吃到哪里？没有哦，现在背后是什么？是习近平他在算计，神一般的算计。当大家都以为在增产的时候，我今天全部都要拿过来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哇哈哈的故事，这是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个故事。哇哈哈的老板，然后创办人钟庆后死掉之后呢，大家想说，到底这原配呢跟二房两个在竞争？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来说的话，不管是原配的女儿钟富丽拿到这钱，还是呢这个杜建英他们的二房里面拿到这个钱，总共18亿美元的信托，你知道吗？其实后面不可能让你轻易拿走的。我们先讲哇哈哈这个集团是怎么来的。对，那个时候呢，要成立一间公司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钟庆后那个时候呢，他是有一个官员的一个身份。他的官员身份是怎么来的？是继承他妈妈的。他妈妈那个时候呢，先提早退休，所以他继承了这个官员的一个身份。对，有这官员的身份之后呢，他就去成立这哇哈哈。而成立哇哈哈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当时候是有外资的。那个时候呢，他拉了谁来？他拉了他们的地方政府一起来成立这间公司，可是呢，1转2转3、4、5、6转，最后哇哈哈竟然变成个民间企业。好，重点来了，你变成个民间企业，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低调的事情。所以呢，钟庆后那个时候呢，常常给大家的一个形象就是什么？穿着一双布鞋，走遍中国大街小巷，然后呢去盖厂，然后呢去卖这个矿泉水。可是呢，现在来说，原来这些都是假的。你这个爱国的一个商人的背后，你竟然有二房。有小三也就算了，你的小孩都是什么？都是美国籍。然后呢，你现在又有一个18亿美元的一个信托，18亿美元的信托对这些中国人民来讲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要把钱给转出去的话，他们一般来讲的话，5万美元是一个坎。如果你超过5万美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就是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哇哈哈可以一转出去就是18亿美元？现在来说的话，很多人在讨论说，到底是他的这个大房的女儿可以拿到这18亿美元，还是二房的小孩可以拿到18亿美元？现在来说的话，如果国家缺钱，那我是不是得查？对，必须要严查嘛。人家一般人民是5万。你5万美元哦，你现在是18亿，然后你把它给转出去了。我们先来看他们当初转出去的时候做了哪些事情。他们转出去之后呢，你看哦，这个既然这个钟庆后在哪里？洛杉矶这边有一座庄园，
还不是一般的房子哦。洛杉矶有一座庄园，然后呢，钟富利就是他的大房的女儿，竟然在2009年的时候买了一个半山的一个单位。这半山的单位，它作价多少钱？作价是1100万元，哇！所以等于说，你把钱转出去之后，你这个信托的钱，过去我们讨论的是，到底这个18亿美元的信托，当初原本是谁？原本是这个钟庆后呢，是钟庆后要照顾他的小孩子，他3个2房的小孩，对，然后呢还说一个小孩哦，你有个信托的利益是多少？是7亿美元啊，一个人7亿，一个是7亿美元，将近200多亿台币啊，205亿台币，205亿。然后呢，205亿台币，为什么这故事精彩？因为这个信托被谁？这钟富利给打破了。钟富利竟然从这个2房的信托里面把钱给挖出来了。他挖了第一笔钱，其实不多，才1100多万。可是有了第一笔，就有第2笔。可是重点来了，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钱不是你的，也不是2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大家记不记得？当初娃哈哈成立的时候，有个外资，最后他们是拉了地方政府把外资给打跑。问题是，还是有一部分的股份是在地方政府这边。地方政府为什么那么多年的我们可以讲是装聋作哑？因为你有赚钱，就等于我有赚钱。那现在来说的话，既然有这18亿美元，我要拿回来。没错，国家又需要你这赚钱，哪有怎么可能大房啊、中富利啊，还是丽丽你拿，还是2房的这个会计妈妈拿都不可能。现在来讲的话，很有可能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去分析，如果你现在来倒查20年的话。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哦，20年来你们做了父女俩做了哪些事情？你们就是来抢我们国家的资产，然后呢，成立了很多什么英属维京群岛的贸易公司，然后慢慢把我们的国企转变成民企，然后到最后会什么事情？你大房也拿不到这18亿了，2房也拿不到18亿了，这18亿回到地方政府，哇哈哈，以后又从民间企业。又回到了国企了，地方政府太强，最后一波大收割啊！你想想看喽，这个弄下去之后啊，你不要讲什么化债啊、城投债都没有问题了。最补的是18亿先进来之后呢，哇哈哈，他每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法来讲好了，其实他成立这么多公司有没有？他把这个商标给拿在手上，他1瓶大概赚0.4元。哇，他1年可以赚几亿瓶啊！这个沉下去之后呢，这地方政府就发达了。所以呢，哇哈哈这个故事呢，并不是什么宫斗剧。这哇哈哈的故事就是说，当国家要你的时候呢，你不得不给。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国家以前给你的，这一次要全部收回来。或者，我们从中国经济差有个指标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之前讲电动车，它电动车已经烂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看到这个画面，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它电动车已经产能过剩到一个情况之下。他还继续的弄，他继续的造，而且还弄一个关灯工厂。不要忘了哦，他之前很多的货款都没有给出去，他的车子都没有按照实际的这个销售。结果你现在继续造，继续内卷，这是非常恐怖。我们认为就是说，你不断的在生产这个车子，就算市场上不需要那么多，你还不断生产的目的原因，就是在所谓创造经济成长嘛。但你现在会发现，哇塞，没想到你这个工厂里面黑灯工厂什么意思呢？竟然其实里面就是由机器人进行24小时，然后呢，大概有7天，一个礼拜7天，24小时都不断的生产。然后呢，这个800多个机器人工厂的一个部队就可以生产那个1年大概30多万辆的电动车，他拼命做。对，所以他1小时可以生产出数十辆的一个电动车，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变成是你完全取代所有的人力啊！当然啦，现在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没有说取代所有了，大概取代80%，就只有少数非常少数，比如说像是遍布车身的一个线缆，还需要那个精细的组装，那这个部分是需要人，其他的几乎全部都自动化了。所以呢，他们就说现在全世界这个所生产的这些相关的自动化的流程里面，大概有2个，就有1个是从中国生产出来的。对。然后呢，这个他们的副总裁赵春里呢，这个极客的副总裁，他就说未来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替代比率还会再更高。那由此可见什么？全球每安装2台的工业机器人，
就有一台在中国，而其中这个机器人生产链里面最受到重用的就是在电动车这个生产车子的领域里面。除此之外，因为生产出来的车子没有人买，对不对？那他们怎么样？那你要怎么办创造营收呢？骗补助，怎么样骗补助呢？就卖不出去没有关系啊，我先挂牌啊，所以我们才会说有0公里的二手车嘛。0公里的二手车就是我生产出来之后呢，那我为了一个骗补助，我就赶快假装是已经卖出去了，所以赶快挂牌。挂牌之后，那你车子放哪里？那个车子就赶快就是它有另外的其他的一个所谓经销商公司，用经销商公司的名义出来把它买掉，然后呢，那个经销商公司就去帮他弄保险。所以呢，到最后，我比如说我这个消费者，我到了这个直营店。结果后来直营店跟我说，不好意思，你去那个经销商公司签合约一签，发现怎么我车子明明就是新车，为什么你已经给我变成是0公里的二手车？因为这个车子已经被挂牌上去骗补助了。我拿到之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我的保险怎么都已经走了半年了。吓都吓死了。是，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说1、2家业者不肖业者的一个手法，现在看起来是全中国的业者都这样在搞，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吉利集团里面的极客，还有哪吒，还有其他的，几乎全部都是这样搞。他们举了一个很惊人的例子像以哪吒汽车来讲，它明明已经那个生产破产，对不对？就被人家发现了，它的一个2023年1月到2024年3月，它竟然全部的销售金额的车子是大概11.7万辆，结果被人家发现超过半数有6.4719辆，全部都是灌水的，也就是0公里的二手车，吓死人！换句话说，他2辆车里面1辆是骗人的，另外1辆才是真正卖出去。所以你说这个电动车的，或者是中国的整个车市的一个泡泡之大真的很可怕。另外一个呢，像那个极客汽车，他们也是，他们这个车子其实卖也不便宜甚至有的贵到10几万那个美金都有，就没有想到他们说，他们现在光是他们厦门的建发汽车，也就是以他们的这个经销商，一样是灌水灌得多可怕，你知道吧？他们就说，今年5月以来他们透过这个直营店体系，把大量已经投保过户的0公里的二手车，用特价的方式卖给消费者。结果那个消费者就买了之后，我明明是在直营店买的，怎么到最后他竟然是叫我去厦门的建发汽车那边拿车？结果后来才发现，原来一样就刚刚用灌货的，就是直营店卖出来的车子，生产出来的车子是卖给刚刚提到的建发那个经销商，然后呢，在建发经销商再用特价的方式卖给消费者。所以你就知道中国为什么感觉上不断内卷，然后呢，车子的品质也越来越差。现在在这个内卷，在这个价格战下面，现在卖出去的这种车子根本不能开吧？那个危险性也太高了吧？你看到只是一个深圳的一个街头的交通事故，现在看到刚刚的这个极客汽车里面，它竟然被切成了2半，这画面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而且我跟你讲，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当你越来只是靠补助来赚钱，或者冲那个所谓的营收之后，到最后只能偷工减料，怎么可能？你看他一个人自己撞，可以把自己撞到一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这个用锯子锯应该也锯不到。这个车子是拦腰直接断掉的，就整个有这么脆弱，直接就是那个1分为2就是真的想说到底是怎么撞会撞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们就讲到说没有，事实上就一句话，偷工减料。然后呢，这个还有什么电池分离，还有连电池都甩出去他们就说这个从中间拦腰都断了一半，所幸司机反应很快赶快下车不然的话这个而且你知道兆和时速只有60-70公里可以这样子，而且你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发生车祸吗？就是下雨所以有滑，只是自己打滑就撞成这样你说如果是时速200，那也就算，没有60-70。再来另外一个也是很可怕，他说他的行车记录到一样，也是那个车子他在那个边换车道，结果呢后方的一个极客 X 的驾驶就疏于观察，就直接撞上去，你看撞上去对不对？1、2、3、4、5、6圈了，6、7圈呢！你这个车子到底怎么一回事啊？这怎么会滚成这样？就显见它那个非常的，就是它偷工减料，它可能本身非常的轻薄所以想说怎么车辆完全非常，整个都爆毁掉、爆销掉，尤其车顶是重灾区那2个车轴也是直接断裂开车内的那个安全气囊都直接爆开那就想到说。怎么你这个也看起来也只是转换跑道、转换车道而已，会整个就可以说是不稳然后整个会翻身成这样。那另外一个在4月6号。
深圳有一个极客009的着火事件哦，哎，这个是酿成了一个悲剧，是让人家真的非常难过。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是发天文者的弟弟跟他弟媳哦，他们坐后排结婚第9天，那个弟媳怀了4个月，结果没有想到就这样开车，然后开车就发生事故，电瓶马上就爆燃哦，3个人烧伤，然后有的人就不幸往生哦，就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他整个，你看那个画面上，你看烧成这样，然后他们在车子根本有的是来没有办法下车。就烧得非常严重，那有的来得及跑出来的，也是几乎是那个身体很受伤非常惨重哦，然后严重的就直接就过亡了，所以他们就讲到说，他说那个他弟弟到目前为止哦，光是那个医药费就400-500万哦，他就说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宇轩，我们刚刚看到是，中国电动车也太吓人，也太烂了吧？烂到怎么样？现在连中国官方对于一些剧，他也觉得你太烂了，你不要给我搞一些微博的。你看到哦，他说这种竖屏微剧出现极强的人设，就是我们平常看哪一种剧情过于追求所谓的戏剧张力等问题，让用户产生神剧的观感，甚至讲一句最关键的话，你不要在涉抗战的微短剧中出现低级红、高级黑。我们先前才跟大家介绍说呢，在美国现在呢出现了中国的短剧，特别是什么狼人啊、霸道总裁啊，对他们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荼毒。我现在终于看到这个，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场战争，这是战争，这超限战。为什么？因为只准荼毒美国人，绝对不能荼毒自己的同胞。你看他怎么写，竖屏出现极强的人设。追求过于的戏剧张力，产生神剧的感觉。我想说啊，你在做狼人去咬我们讲乱七八糟的时候，霸道总裁我们讲了一掷千金的时候，你也没有这样讲啊。涉及到绝对不能有低级红、高级黑，换言之，要弄只能弄外国人。对。但为什么他说奇功？为什么他说神迹？为什么他说我方超人，敌方弱智？来，各位，我现在帮你介绍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重返1944。而里面的男主角呢，本来是一个我们讲送货的，结果没想到这个男主角送货送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他的车子，你知道吗？为什么还有人出现在那边穿越？刚好他的车上载满着物资，所以穿越之后呢，他为了要帮助这些人打败日本人，他说什么呢？他说：“来，我立刻带你来看看，就知道了。这是什么？”他直接把无人机给掏出来了，他无人机还直接在大家前面升空，对，升空，而且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剧情，我觉得莫名其妙。升空之后通常要干嘛？要立大功，对不对？就不是哦。飞到那边之后，旁边人吐槽他说：“啊，这个看人这么小，根本没什么用处。”他说：“对啊，没什么用，你还掏出来啊？不管还有什么，脚踢子弹啊，还有更扯的说，一把枪在空中，他直接跳过来，噗2-3下，直接把空中拆手枪。对，为了这种乱七八糟的剧情，你说这个什么脚踢子弹？对，他能甩这么多人而且他要帮他想一套武功名称，什么八仙寿桃，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忘记了，因为名称太荒谬了。这比叶问还厉害，还可以跳起来的。对，但是我们要细细品尝来照。刚刚我就讲穿越，对不对？带粮食，带装备。然后你知道吗？他第一个遇到的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少尉，还是什么中尉，还是什么中校了，就知道了。你知道那个人，因为他已经吐血，很惨。知道他怎么跟他讲吗？他说：“等等，你先别死啊！我们会打赢的，未来我们中国会跟17国联军的。”然后你知道他为了要说服他，怎么说服他？你知道吗？手机掏出来，划视频给你看。你看这个视频啊，我们这个打赢了。赵华，你不要开玩笑啊！那赵我请问一下，你都已经穿越回去，你的4G 网络基地台是连哪里的？是连什么？我们讲 Starlink 是不是 ？Starlink 可以穿越时间，是不是？那你怎么有办法联网啊？你怎么会有基础设施啊？太神奇了。OK， 我们讲就是我们讲弱智化嘛。OK， 但他弱智的不是敌人，是把你观众当弱智，好不好？来，他说，然后我们刚才聊到说近距离侦查，对不对？看这个无人机，然后结果后来这个退伍军人王小豪，我跟你讲，他根本不应该送货。他那个表现应该去中南海保护习近平。为什么？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因为他弄这个无人机手机对他的战功根本没有帮助。反正基本上敌人看到他3-2拳我们讲就倒在地上。最后你知道他粉碎谁吗？他说，因为他回到1944嘛。他把731这可恶的人体实验部队给摧毁掉了，都毁灭掉了，把他胡说八道，篡改历史所以到底现在还有没有731部队？到底还有没有这个事件？我跟你讲，他都不用充电台哦。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神炯炯有光，光是靠他的眼睛他这个就会发电了。OK， 他手机有电，因为他整部戏里面一直在用手机，他的无人机也有讯号。对，然后你都不知道那个电到底哪里来，讯号哪里来，荒唐。OK， 然后反正就很厉害，然后问题是这个更厉害，因为这个至少还有一点伪科学的味道。
那你知道这名男子是什么吗？有没有看到他眼神？对他眼神会杀人。很锐利，对，因为他突然间就站在我们就是他。对他原本是站在跟他长官讲话嘛，哦，讲话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说，哼，突然转身，然后拿那个枪对着远方，然后他的长官就问他说，哎，发生什么事情？他说，800公尺外有一个日本少佐。那赵，我问你哈，来，你现在看着我，我问你，800公尺外有什么东西？看不到哎，不，他会通灵，好不好？他厉害的不是他的枪术，是他是 psychic。然后你知道，然后就有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小胖子在那边，然后就哼，砰一声，然后他转过头来跟长官说：“长官，他说那所以呢，那个少佐呢？他说，我已经击毙了，这是我杀的第一个人。那你怎么会知道800公尺外有一个小胖子？他虽然吃的很好，也没有那么显眼吧？你怎么帮他锁定他？而且还有更扯的是这个，我们知道壕沟战为什么要打壕沟战？因为可能它的距离可能我们讲了900公尺啊，然后有1公里左右，就是说双边这边对峙嘛。”就有一个男子哦，他就很不满意，说他的这个队伍表现不好，所以你看哦，照我来，1、2、3、4、5、6、7，他已经到对方壕沟了。对，我跟你讲，他不应该去打仗，对，他应该去比奥运，因为他大概有在5秒钟的时间呢，入到了对方的壕沟，5秒钟跑1公里左右了，哦，也没有很远啦。那重点是呢，跑下去之后，他还是先炸哦。那重点是什么？到了之后，你看对不对？那敌方的日本人看到一个人跑过来，然后没有人会射他，然后他就跳下来之后，然后眼睁睁看着他拿着自己手榴弹，然后往自己的军械库丢。而且你知道吗？他为什么我说他应该去比奥运？他除了说5秒钟可以跑1公里之外，他那个丢的距离哦，我们讲可以去丢铅球，你知道吗？这飞好几百公尺，太厉害了。对，然后而且还很精准哦，比那个我们讲的以色列的无人机还精准，直接就刚好嘣。你看，他跳到人家的军火库里面，然后把人家炸了一塌糊涂。所以想想看，为什么中国对这些事有意见啊？但我们刚才讲那个都只是小菜而已，照了，我现在要上大戏了，这个才叫做神功，神这个才叫超人。为什么呢？因为呢，首先哦，他有一个我们讲这个他一个情节哦，就是他有一个我们讲武侠四侠，这四侠是抗日四侠。但是呢，他刚好遇到这个女主角，那女主角她为了替女主角出气，因为女主角跟她讲一句话打动她的心扉，女主角就抱着她说。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是被日本人残酷的给杀害了。那这我再听一次，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残酷的被日本人杀害了。爷爷9岁被杀害，哎，对，爷爷9岁被杀害，对，你怎么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你要问他爷爷，问他奶奶啊。他就说我恨日本人。然后后来呢，这个四侠就开始武功高强，甚至什么呢？首先哦，我们有一个壮汉，这壮汉很厉害，你看哦，首先他可以闪子弹，然后冲过去呢，哇，一拳贯穿人家的人体。最后面呢，他一个愤怒之下，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把人直接给撕掉。哎，他开始撕的是人，你知道吗？他开始撕的是人哦，这是那个日本人哦，没血没泪，你知道为什么吗？撕完之后也不会喷血 ，OK， 就干干的人就这样扯了，掐掐，然后就直接把人给撕掉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太扯了。那甚至还有人从高空直接我们讲，因为他会轻功嘛，他就飞下来。但我们讲会轻功不是一回事，飞下来过程当中呢，突然间蒙太奇，他的眼睛变老鹰。他的眼睛变老鹰，不是国外有一个英雄叫鹰眼，没有说，但他眼睛也没有变老鹰。这个也是眼睛会变老鹰，我完全搞不懂。那还有人呢，徒手，而且戴着钢盔哦，你看哦，徒手戴钢盔，他直接把人家的头给捏爆。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会9阴白骨爪。所以看完之后呢，这个中国网友都不禁想问说，哎。南京大屠杀的这些人去哪里啊？他说我是不了解为什么徒手呢戴钢盔用手抓还可以把钢盔捏爆，人还会死。他说导演都把我们当傻瓜看，所以想想看，看完这个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低级红高级黑，因为连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我们这样的越吹牛皮越吹越大，显得也是蛮丢脸的。玉凤，现在中美真的是谍对谍，除了科技，除了 AI 之外。尤其是什么军事上面，尤其是什么谍报上面，因为说什么美国去中国这边抓了很多的间谍，中国这个地方也反制啊，他说什么你不能去跟他们拿任何的钥匙圈，你不能拿什么拿吊饰。我心想为什么？哎，有这么担心吗？他说这里面会藏一些间谍软体吗？对，现在来讲的话，中国的国安部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们是公职，你们是党的人，你们出国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很多时候呢，比如说研讨会，双方是不是互赠一些礼品？对。然后呢，有一些小小的吊饰，哎，非常的可爱。或者是说，你去观光旅游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小贩，来，比如说这埃菲尔铁塔或什么的。可是呢，如果他告诉你说，有人特别热情，甚至呢给你之后不收钱，你要非常的注意，因为你会被窃听，你甚至呢还会像是 AirPin 一样，会去跟踪你的地点，像 GPS 一样。
所以呢，你要杜绝你的什么猎奇心。他说哦，土特产哦，不要再买了啦。然后呢，你要增强你的判断力，好，你要有原则，多查证。但是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今天去旅行的时候呢，你发现说，哎，这个玉手，然后呢，这个小吊饰，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可是你要知道哦，这是谁讲的？这是中国的国安部讲的。你知道为什么是国安部讲的？大家会觉得觉得很特别吗？因为过去来讲的话，你知道吗？在过去中国来讲就已经发生过了，有他们自己把这些东西土特产里面的东西，或者是微型晶片放在充电宝里面。不是，所以你是自己搞，你怕别人来搞你的。没错，就是你自己知道怎么做，你就担心说，哇，原来别人会不会来这边学习我？好，那重点来了，重点是最近中国来讲的话，很多方面的事情都会非常的被大家给针对到。好。中国阻止一个美国商务部的雇员离境，你知道吗？《纽约时报》说呢，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的雇员哦，他原来就是中国人，后来呢，他已经变美国公民了。他回去探亲的时候呢，都没问题啊，入境 OK， 可是最后竟然无法离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曾经在美军里面服役，而且他维修的是军用的战斗直升机 Black Hawk。就是黑鹰直升机，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有人讲一件事情，说会不会是因为说这个商务部的雇员，他被重点关注了，什么意思？你是中国人，不管你现在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还是你是在中国出生的一个身份，你既然已经到了商务部的话，你是不是要为我所用？对，所以呢，可能是在这一点的谈判上面不是那么的一个顺利，所以就没有办法去离境。那这个部分呢，现在来讲的话，已经有美国官方人员要过去救他了。好，那另外来讲的话，除了他的身份，因为是官员比较特别之外，富国银行非常有名哈，大家都是因为这个巴菲特才知道这个富国银行的 Wells Fargo 的这个高管，你知道吗？女生的高管，她现在来讲的话没有被抓，可是呢，她也不能够出境。那现在来讲的话，官方有一个说法，官方的说法就是说呢，它涉及刑事犯罪，它被刑侦喽。好，涉及刑事犯罪的话，那你就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说什么案嘛？对不对？你是窃盗案还是什么的？对，可是呢，对 Wells Fargo 的这一个高管来讲的话，中国官方并没有告诉大家说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就是刑事犯罪，但罪名不确定。可是呢，他不能离境这件事情已经是好几个礼拜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中美两个在博弈的情况当中的话，任何人进入到中国，尤其是美方的身份的话，真的要特别注意。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来讲的话，他们说你去那个地方，你要用什么？像不像间谍？像不像是那个 agent？ 你要用这种一次性的手机，就是过去来讲的话，公司会发给你一个一次性的手机，或者是你到那个地方之后呢，会有他们的一个窗口，一个接头人给你们所有的出差的人一次性的手机。我就想说，这个是商务出差还是不可能的任务最终清算啊？这太吓人嘞！你看这是彭博报的，附中的风险太高，所以贝莱德要求，像玉峰你刚刚讲。只能用这种一次性手机，你连笔电你都不准带。对，所以呢，你知道吗？一次性的手机它能用来干嘛的？它只能够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通讯。我现在到达哪里了？如果我多久没有出来，或者是我这个商业会议结束之后我没有回报的话，那你们要赶快找人来救我。因此呢，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带这种，比如说 iPad 或是 iPhone？因为很多这些 iPhone 跟 iPad 里面的东西，其实跟你在美国的公司总部是有联网的。一联网之后呢，你会不会有一些机密性的讯息留在手机或 iPad 里面去？所以过去来讲的话，曾经就有美国公司的员工直接被中国公安给抓走。那一次之后呢，大家去那边出差的时候呢，都要开始用一次性的手机。你不要问说，这个是出差还是要去冒险？因为你现在去那个地方，恐怕就是冒险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